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杰，欢迎回到我的 EasyKeys 2系列视频课程。这一节我们来了解 EasyKeys 2中调号与节拍编辑器的使用方法。在我们的编曲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歌曲中途变调的情况，例如大小调之间的转换，或者是在副歌部分做声伴音处理等等。例如我这里有一段副歌的歌曲片段，当前的歌曲调号是 C 大调，后面是重复副歌，所以我需要先把当前副歌的歌曲片段复制一份到后面。可以通过右键菜单的复制命令复制当前歌曲片段，然后将播放指针定位到第22小节，再使用右键菜单中的粘贴到播放指针所在位置来进行粘贴。然后我再为后面这段副歌更换一个节奏模板来加以区分。现在我们来整体听一遍。好，可以听到这两边副歌是完全一样的。假设我现在要让第二段副歌以及歌曲后面的部分全部都升高半音程，来为编曲添加一些情绪上的变化，这时就可以使用调号编辑器来达到这个目的。要打开调号编辑器，可以在歌曲轨道标尺栏的右键菜单中选择调号编辑器命令，或者是在歌曲轨道播放控制栏中单击调号名称右侧的功能菜单按钮，在这个功能菜单中选择调号编辑器。另外，也可以在界面顶部的轨道菜单中选择调号编辑器命令来打开调号编辑器。此时，歌曲轨道区域将自动切换到调号编辑器。在现在这个例子中，我们要改变调号的位置是第22小节，因此要将播放指针先放在第22小节，然后单击右上方的添加调号改变按钮。这时，在播放指针所在位置就会出现一个新的调号标记，显示的是我们当前歌曲的调号，也就是 C 大调。单击这个调号名称，在打开的调号选择菜单中指定我们需要转调的调号。我的目的是将歌曲升高半音程，因此这里我选择降 D。调号编辑器的右上角还提供了一个编辑菜单，这里包括了针对调号标记的剪切、复制、粘贴以及移除所选、移除全部和全选命令。设置完成后，点击右上角的关闭按钮，关闭调号编辑器。回到歌曲轨道中，可以看到在第22小节这里多出了一个调号名称，代表歌曲轨道播放到这个位置时将会改变调号。另外，您会发现调号所在位置之后的歌曲片段中，所有的和弦也自动进行了变调，这就免去了我们需要手动指定每个和弦的操作。现在再来听一下。播放过程中可以看到前面是 C 大调，现在是降 D 大调了。这样就通过调号编辑器为歌曲添加了变调。但目前这个歌曲变调我觉得有些突兀，就是在 G 和弦转换到降 D 和弦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可以在 G 和弦这个小节的后2拍添加一个降 A 和弦来过渡一下。
现在再来听一下。现在感觉好多了。假设觉得这里的衔接过于紧凑，也可以将变调的部分向后移动2拍，来保证前面 G 和弦4拍的完整性。注意，我这里因为是从第22小节开始变调的，所以降 A 和弦自动变成了 A 和弦。我需要把这个和弦重新指定为降 A。现在再来听一下。这样转调的地方就不会显得那么紧张。但这时您会发现后面段落的节拍全部都错位了，因为当前的降 A 和弦只有2拍，所以我们还需要添加一个节拍变化，来让后续的段落与节拍相对齐。方法也很简单，我们在歌曲轨道标尺栏上单击鼠标右键，在菜单中选择节拍编辑器，将播放指针定位到第22小节，然后点击右上方的添加节拍改变按钮。此时就会在播放指针所在位置添加一个节拍标记，默认是当前歌曲的拍号，双击拍号输入我们需要的节拍。在当前这个例子中，我需要改变成4/2拍，这时后续的所有小节都变成了4/2拍，因此我还需要将播放指针定位到第23小节，然后再添加一个节拍变化标记，将拍号再改变回4/4拍。关闭节拍编辑器，回到歌曲轨道中，在标尺栏上可以看到已经出现了4/2拍和4/4拍的拍号标记，后面的段落也与节拍相对齐了。现在再来播放一下，同时观察一下节拍的变化。可以看到，当播放到第22小节时，拍号自动变成了4/2拍；播放到第23小节时，拍号自动变成了4/4拍。另外，我们在 EasyKeys 2中添加了节拍变化以后， EasyKeys 2中的小节编号和宿主软件中的小节编号也会产生错位。因此，为了能够和宿主软件更好的同步，您应当在宿主软件中添加相应的节拍变化。每个宿主软件的操作都会略有不同，例如在我当前的 Cubase 软件中，可以通过添加一条拍号轨道，并在轨道中添加相应的拍号标记来实现节拍的变化。这个操作实际上和 EasyKeys 2中添加节拍变化是非常类似的。这样在结合宿主软件一起播放时，节拍的变化才会一一对应，也便于我们对其他声部的编曲操作。好，以上就是关于 EasyKeys 2中调号编辑器与节拍编辑器的使用方法。下一节我们来了解 EasyKeys 2中速度编辑器的使用方法。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请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每一期的内容更新了。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个视频再见。